各位听我说，不要太激动，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。怎么解决圆满呀？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晓荷律师，来，有请。大家别着急，听我好好说一说哈，我们把道理讲清楚。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，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。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，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。激动没有用，吵吵也没有用，以法律为准绳。我有一点不太明白，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，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？是这样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，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。对，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。那么，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？我可以这样回答您：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，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，你们占了很多便宜。开发商建设小区，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，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，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。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，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，这块地都是我们的。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，成为建设使用权人，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，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，所以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。对，应该就归我。请问您是业主吗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业主，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在沟通。来，保安，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，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。没错，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。你说这后着。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，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。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，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是法律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走诉讼程序，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，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。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，当然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要提醒你的客户，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。好，没错，就你们这个律师啊，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，那到了法庭啊，更没戏了。先生，有2杯咖啡。谢谢。丽娜，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喜欢喝这个口味啊？我最近擅长读心术。那你猜猜我现在想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我家最近换了好几台 DVD 机，人家告诉我，要买那种纠错功能最强大的，否则很多盘都读不出来的。你说我是盗版？我只是说我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的纠错功能。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了老大，提升你为首席鞭策师，我要进管委会？不可能。我是说，你连律师都不是。进律所管理委员会不需要必须是律师啊。这是我们全景的惯例。你可以打破这个惯例啊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哟，你们一起来上班啊？我们俩在楼下碰到的。好巧，你们都喝咖啡饮照应，口味一致。所以，你可以跟罗宾一起来上班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秘书一般都要比我早到半小时。平时我也是早到的。那看来今天是个例外啊。今天是国际翻脸日，找翻脸车说啊。您贵姓？怎么称呼？杨帆。稍等，我登记一下。
请问您是找罗宾律师吗？请吧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说。我只做骨干律师，不做高级合伙人，不进律所管委会。我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工作。你觉得我的要求是高还是低？我是觉得，这么一位连续5年入选亚太地区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的第1等领先律师，怎么会甘心来只做一个骨干律师呢？节省沟通成本。我跟其他高级合伙人沟通一下。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是客户的要求。客户？新客户吗？对。新客户在哪里？在你同意我的要求以后。我已经同意了。喂。好的，您到了打我电话。新客户一会儿就到。我知道你原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1到2年的休整期，但是你还是来了，所以说谢谢，谢谢你肯来帮我。别这么说，你也帮过我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来还人情的。既然杨帆这么优秀，他为什么甘愿到我们律所来，只当一个骨干律师？人各有志，他不喜欢管别人，但也不喜欢被别人管。你是说他是一个独行侠喽？很多律所都在挖他，但他都拒绝了，因为他只愿意在他服的人手下工作。答对了。这边。罗律，我们的新客户。罗大律师，你们认识？罗大律师谁不认识啊？曾经获得3所世界上著名法学院的学位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而且担任多家国际跨国企业的法律总监，多次荣获 ALB 法律总顾问荣誉。现在是全景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、高级合伙人。于总，您是对我们罗宾律师做过背景调查吗？哎，那不敢不敢。请坐。再次介绍一下，我姓于，多余的余。请坐。于总，我希望你能够清楚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。你说小区这么多车，你总不能让它乱停乱放吧？我们要管理，管理就得有人，有人你得给人发工资。我看过你们的合同，根据合同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收取停车费和管理费，这法律上是允许的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我就说，解铃必须还得系铃人。他是我们的敌人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他姓于，叫于多，是我们的客户。我鄙视你。笔试完了，麻烦你回到座位，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怎么还没来。他说他今天会晚一点到。为什么呢？我没问。琳娜，我知道你生气了，知道你不开心，但是你看到了我这么多工作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安慰你。不然你去多削2根铅笔。
喂，李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一下微信业主群。好，我马上看。是你给他们出的主意吧？他们是我的客户，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昨天还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呢。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委托协议，我也没有收你们业委会1分钱。昨天我纯属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然后你就把拔出来的刀插我们身上。你冷静地想一下，其实我还是帮到了你们，至少让你们不必被强迫花几十万去购买车位。可是他们现在让我们交停车费、交管理费，这很公平啊。是不是谁给你钱多你就替谁说话？也不尽然。我们业委会准备起诉，我们准备聘用你，你要多少钱？丽娜，你应该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利益冲突。你也应该明白，我不可能代表你们做你们的诉讼律师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接个电话。我现在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。我现在没有问题了。你刚刚指责我说谁给我钱多，我就为谁工作。你是律师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天经地义。我不应该要求你当圣母，是我的错。你的错不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，而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被我拒绝了以后，指责我不公平、缺乏正义。谁给你钱，你替谁工作？你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？当然要谈公平正义。你们把车停在人家小区，小区是不是要管理？管理是不是要收钱？如果说任由你们随便停，1分钱也不出，那么这对物业公平吗？物业也是要给员工发薪水、发工资的。如果发不出薪水，物业垮了，你们业主的生活品质也会下降。难道说这就是你们要的公平正义吗？你昨天怎么不说？昨天我还不是他们的法律顾问。你出卖了我们？并没有。我现在可以说服我的客户，和你们业主委员会达成一个合理的管理费收取协议。我就是我们业委会主任，你们客户打算收我们多少钱管理费啊？你放心，按照物业法规，我会让物业出一个初步方案，会很合理的。要珍惜给你的敌人做律师的朋友。那我等你们的方案。正确。